随着热爱打网球和羽毛球的同学的日益增多，肘关节的疼痛问题也频频发生。当我们遇到肘关节疼痛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想到的是就进行肘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松解，来缓解我们的肘关节疼痛问题。这种处理方法无可厚非，但这个思路仅限于我们的会员出现了急性疼痛的时候，为了让他快速的缓解疼痛而采取的方法。从长远角度来说，我们还是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。解决肘关节的疼痛问题和我们膝关节其实思路是一样的，那就是从你上面那个关节入手，也就是我们的肩关节。其实我们很多肘关节疼痛的同学都是肩关节的活动度受限而导致的。这是因为当我们肩关节产生旋转的时候，我们的小臂会产生一个相反的旋转，这是我们的先天性结构所决定的。然而当你的肩关节活动度受限的时候，我们小臂就会代偿性的过度旋转，进而引起我们内侧或者外侧的疼痛以及肌肉的紧张。所以要从根源上解决肘关节的疼痛问题，我们首先要解决肩关节的灵活性问题。那么今天老王就给大家带来2个训练方法，一个有关于肩外旋，一个有关于肩内旋。这2个训练不仅考虑到了我们肩关节的内外旋训练，也考虑到了我们肩胛骨的正位问题，因此在解决你肩内外旋灵活度的问题上可能会更加高效。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动作。我们在家可以找一个桌子，然后双侧小臂我们对抗一个弹力带，将手肘放在桌子上，肩胛骨微微前引，让我们的肩胛骨和胸廓能够很好的贴合。双侧小臂对抗弹力带，做肩外旋。然后在这里我们保持缓慢而深长的呼吸，每一组做60秒，做2组。注意这个弹力带的重量对于我们新手同学来说不要选择太大，有一个对抗的感觉就可以了。首先我们侧支撑到垫子上，屈髋屈膝，然后把我们的上侧腿打开，下侧的脚放在我们上侧的脚的后方，把我们的食指和大拇指垫高，吸气不动，呼气让我们的肩关节内旋，食指和拇指下压，将我们的下侧的侧腰推离垫子，保持脊柱的延展。每一次吸气吸到我们上侧的侧肋，呼气的时候食指拇指下压，肩关节内旋，保持呼气。再次吸气到上侧肋骨，呼气让我们的拇指食指下压，引导我们肩关节更好的内旋。想象你的肩膀远离耳朵，下侧侧腰远离垫子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做10到15个呼吸，每次做2组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是网球或者羽毛球的爱好者，尽管你的肘关节还没有出现问题，但是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养，老王建议你在训练前或者在每天的空闲时间锻炼一下，相信对你规避或者解决肘关节的疼痛问题都是大有裨益的。关注老王，做深度思考练习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